言。可惜，竟然是那灼手灵魂的雨落心炎，他怎么会有？ 小子，老夫定要取你性命！没想到误打误撞之下，他的灵魂气息竟然能让我解读3000雷幻身。老家伙，多谢馈赠了。终于摆脱那家伙了。这飞天的实力着实强悍。 恐怕只有毁灭火莲，才能对他造成威胁。可现在有的化生火，也只够施展一次了。得找个时机，好好修炼一下浓颜诀。3000雷幻身，以前的3000雷动虽然玄妙，却远不及飞天施展的3000雷幻身那般，凝聚出的分身具有自主意识。而且，3000雷幻身需要3000雷动修炼到最高层次。 方有几率凝聚而出。此功法对灵魂的要求极为严苛，怪不得风雷阁里也很少有人能修炼成功。入微、登堂、大成3个等级，每一级差距极大。若能修炼大成，实力能与本体相当。那飞天的分身应该是登堂境吧？否则，即便我有陨落心炎相助，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将他的分身击溃。 醒，魂流于影，看来必须要在残影出现的那一刹，将一丝灵魂留于其中。只是那时速度迅猛，怎么可能来得及在其体内留下灵魂？一次不行就100次，100次不行就1000次，定要将之修炼成功。 3000雷动倒是越来越熟练，但是分身的凝聚还是不行。这地阶斗技果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。天幕山脉也应该快要开启了，我得早日动身才行。
这次来的倒是挺快。小子，伤我子民，夺我邻国，简直罪无可恕！今日你休想活着走出这片森林！你说你一个占山为王的统领，何必为了一枚无疆鼓苦苦追杀一我？这样做岂不是掉了自己的身份？小子，你只会躲吗？你个不知死活的，敢偷袭老子！成功了！多谢了，看在你帮了我一次的份上，便让你继续安稳地做你的山大王。你小子别走！天皇妖翅，天皇妖翅，你认识他？天妖皇族若是知道你炼化了他们族人的翅膀，恐怕这世上就再无你容身之地了。来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小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？你若识相，就趁早给老子把无疆国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天妖皇族在魔兽界的食物链中属于真正的顶尖层次。常年的天妖皇大多是在7阶，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达到8阶的恐怖地步。这一族的数量虽然不多，但在斗气大陆上的地位却很高。天妖皇族的人在临死前都会回到其族内的祭坛中等待死亡，因此其身上的一切东西，外界都是极难获得的。即便得到了，若是被其族人发现的话，那下场……看来当初的那具神秘干尸，便是这所谓的天妖皇族之人。紫妍的血脉能够压制天妖皇的精血，其本体必然不简单。这魔兽界中还有其他族群能与这天妖皇族抗衡？据我所知，有2个从远古便存在的族群可以抗衡他们，一个是九幽地冥蟒，另一个是太虚古龙。这2个种族也极其恐怖，特别是太虚古龙十分神秘。据说他们能够随意在虚空中穿梭，是最完美的旅行坐骑。最为可怕的是，听说这太虚古龙是以天妖皇为食，在虚空中穿梭。难道紫妍她属于这支族群？毕竟她的一些能力就与空间有些关系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这个就还给你了。另外，今天的事希望你能保密，否则……您放心，我苍老王的嘴可是最严的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千万别被天妖皇族发现古意，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。看来这古意不能轻易在人前显露了。面对风雷北阁阁主费天的追杀，萧炎抛弃4卷3000雷幻身残卷，成功拖延住费天。当费天以3000雷幻身凝聚分身，再度阻拦萧炎时，萧炎联手天火尊者，不仅斩灭其分身，还意外得到了3000雷幻身的修炼之法。地阶高级身法斗技3000雷幻身分为3个等级，其修炼难度极高。萧炎屡败屡战，是要将其修炼成功。
没想到在与苍狼王的交手过程中，萧炎成功凝聚出一道斗灵阶别的分身，这让他的天山血潭之行更有把握。这分身的实力，应该还只是斗灵级别。下一步，便要将风雷之力融入进去，并加以锻炼。当年修炼3000雷动，虽然从雷云中吸收了一点风雷之力，但远远不够用来锤炼分身。笨蛋，谁说一定要用风雷之力了？那只不过是一种锤炼方式而已，用其他的能量依旧可行啊。比如你体内的异火，可比那风雷之力强横多了。尤其是那陨落星炎，你若是能够将它融入分身之内，日后即便遇到能克制灵魂的奇异能量，也丝毫不惧。如此一来，灵魂分身唯一的缺陷也弥补了。可这陨落星炎本就是灵魂克星，灵魂分身与其一接触，不是会直接被炼化掉吗？年轻人，世间之事大多都是富贵险中求，不拼一把又怎么会有收获呢？再说了，陨落星炎已经被你彻底炼化，你什么时候见到它对你的灵魂造成反噬了？我认为可以试试。好，那就试试。心来压低星炎的温度，试试找到分身能够承受住的温度极限。再逐渐提升温度，达到锤炼效果。这分身的锤炼果然困难，想要大成，不知得等到猴年马月。你小子知足吧！以我对费天那分身的观察，想必他至少锤炼了5年以上。你短短2月就能与之相等，还不满足？算算时间，那天目山脉快开启了吧？想必那地方早就人山人海了。若是再不动身，你可就连汤都喝不上一口喽。天目山脉当真名不虚传。果然是来了不少人，恐怕后方的森林中未现身的人更多。又来一个，哎，这都快没地方落脚了，一个个闻到点甜头就冲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实力。哎，整个山脉外围现在挤满了人，咱这还算宽敞的。这天山血潭3年才开启一次，谁不想进去泡泡啊？说的也是，想必那些大势力
上面有，这上面还有人，是谁呀？啊，是七彩林鹤啊！这不是风雷阁那位凤小姐的坐骑吗？啊，风雷阁竟然把她给派出来了！据说她是风雷东阁年轻一辈中成为阁主几率最大的一位。哇！那这次天山血潭10人的名额里，定然有她了。哼，那可说不准。这天目山脉有能量潮汐压制，宗门内的强者无法人手，只能依靠自身实力。中州藏龙卧虎者可也不少。天目山脉居然还能限制实力强的人进入，难怪没看到废天的老妖怪的身影。竟看不出这位凤小姐的实力，想必她身上有能遮掩气息的器物。算了，只要不来寻我的麻烦，我也懒得招惹她。穆长老，这次其余3阁可曾有人前来天目山脉？哼，怎么可能不来？万剑阁的天泉剑唐英，黄泉阁的王晨，星陨阁的穆青鸾皆被派出。看来这一次的血潭之争倒是热闹得紧。小姐，阁主临行前说了，凡事小心一些，多留一个心眼。毕竟此次天山血潭吸引了不少北域的年轻强者，例如那位叫做萧炎的人。小姐对于北阁主的实力也是有所了解的，此人能从北阁主手上逃生，不可轻视。不过是借用他人力量的家伙罢了。天目山脉内能量超过限制，便会受到压制，大家只能各凭真本事。他自然也成不了气候。终于要开始了吗？不愧是中州，如此奇景，其他地方哪有眼福瞧见？这次就姑且试一试，自己在中州年轻一辈，究竟能达到什么位置吧。上呀！两位长老，你们便留在山脉外，接下来的交给我便好。是。那是凤晶啊！小仙人一步，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。多谢凤小姐助力。3000雷动。凤小姐，不过是快了你一步，就这么穷追不舍、咄咄逼人，真不愧是风雷阁的人。破掉我风雷阁的9天雷狱阵，还能从北阁主废天手中顺利逃生，果真名不虚传，是吧，萧炎？萧炎，他就是那个击杀了沈云的萧炎。那是你们风雷北阁咎由自取。若是你想帮他们报仇，我定会奉陪到底。好狂的口气！现在我也懒得跟你浪费时间，
等你到达血潭，我们再来解决这些恩怨旧账。当然，前提是你有实力到达那里。怎么走呀？哎，可惜了，没打起来。走了。也不知道这两个人真正交起手来，谁能更胜一筹？嘿嘿，等到了目的地，这两人恐怕会有一场恶战。依我看，现在不过都是想保存实力罢了。这地图根本就不管用，雾气这么大，东南西北都分不清，哪找得到去天山血潭的路？6阶魔兽，好快的出剑速度！阁下是否看够了？路过而已，阁下不用紧张。在下万剑阁唐英，瞧阁下有些面生，不知他便是唐英，萧炎。萧炎，最近跟风雷阁闹得火热的那个萧炎，只是有点冲突而已，小打小闹。小打小闹，可引不出废天那等老怪物。看来这场血潭之争，又多了一个劲敌啊。好了。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，希望在天山台能再遇见阁下，到时或许有机会可以合作。天山台，不是说合作吗？你倒是告诉我天山台在哪儿啊？此地的能量如此浓郁，想必离天山血潭不远了。看来方向没错，抓紧时间追上前面那些家伙。风行剑，拉兰嫣然，快点解决吧！识相的话，乖乖把通灵白狐交出来，否则，辣手摧花这种事，我们可不是没干过。做梦！动手！地灵门的土龙之法，还算有些门道。
在下地灵门黄天，此事与阁下无关，还请不要多管闲事。你们这么多男人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，说出去也不怕丢了地灵门的脸。萧炎。萧炎来到天目山脉，却发现风雷阁派出了天之娇女凤青儿前来争夺天山血潭的名额。随着能量潮汐开启，众多强者纷纷进入，萧炎也因暴露实力被凤青儿认出。在寻找天山血潭的过程中，萧炎偶遇被围攻的纳兰嫣然。早已放下恩怨的萧炎出手救下了他，也因此与黄泉阁翘楚王晨结怨。纳兰嫣然这才发现，救了自己的人竟是萧炎。异乡重逢的两人百感交集。你们这么多男人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，说出去也不怕丢了地灵门的脸。萧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多谢你出手相救。看来阁下这是想要英雄救美了。现在立刻离去，我也不为难你们。哼，口气还真不小。兄弟们，上！几年未见，我还是被他远远甩在身后。实力不错，你叫萧炎，与风雷阁起冲突的就是你。萧炎，小心一点，他很强。他们为何要对你动手？为了通灵白虎，此灵物能免疫前方迷阵对视线和灵魂力量的压制，并在迷阵中指引方向。之前碰巧被他们发现我拥有此物，便被盯上了。哎，我对你的白虎可没什么兴趣，那几个废物需要而已。我只是受人之托帮个忙。白虎就别想了，你们走吧。这就难办了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我王晨可是一言九鼎的。王晨，黄泉阁的王晨。萧炎，要不将白虎给他吧？传闻这王晨生性嗜杀，实力早已在斗皇巅峰。放心。好，有魄力。不过太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。石狮手，小心！异火，这王晨实力虽强，但对我没有太大威胁。异火正好压制他的暗属性斗气。难怪能让唐寅那般看重，的确有几分本事。今日之事就此作罢，我会在天山台上等你。你没事吧？先找个地方调理你的伤势吧。这次多亏你出手相助。你也是想去那天山血潭？虽然以我的实力想挤进前10还挺难的，不过来一次也算是历练吧。此次血潭之争强手如云，你老师怎么会放心让你一个人前来？我总不能事事都依赖老师，想要变强必须靠自己。这几年，你们在中州还好吗？这些年，老师带着我走走停停，遇见了许多人和事，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。
老师说，心静了，人生才会风清月明。那就好。我也要去天山血潭，你可以跟我一起。不会拖累你吗？我对天目山脉一点也不熟，你在的话，我也能省心不少。那走吧。快到迷阵了，我们有通灵白狐，倒是不用担心。不过越靠近天目山脉深处，我们越要更加小心，特别要注意，不能得罪这里的原住民——噬金属族。魔兽家族，实力如何？噬金属族虽然大多是2、3阶魔兽，但数量极其庞大，他们族长的实力也是堪比6星斗宗的强者。进入血潭的10个名额当中，噬金属族占据其2。这么说，只有8个名额了。这也是没有办法，毕竟噬金属族占据着地利。看来噬金属族确实不易招惹。真是憋屈！不行，我们直接进去试上一试。别想了，这迷阵极其诡异，没有通过之法，进去也是送死。难道咱们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回去？我可对不起这人。就是王晨，又来一个，这是哪来的？哟，护花使者还真称职啊，竟一路护送到了这里。萧炎，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女人了吧？关你何事？哦，对了，忘了提醒你，那女人身上能看穿迷阵的通灵白狐可是个宝贝，一定要看好了哟。通灵白狐。九星斗皇，靠近10米范围者，杀！8名斗皇，若真要动手的话，即便是萧炎，也要暂避锋芒。诸位，血潭机缘就在眼前，错过了就得再等3年。他能耐再大，也挡不住我们这么多人。对，大家一起上！白狐在这女人身上。这门口等你。拦住他！剑分，巨浪拳！小子，手段挺狠啊，居然把这些家伙全部收拾掉了。不过你将这里弄得那么乱，难道就想一走了之？道宗，这天目山不是实力过强者不能进入吗？
莫非他是？晚辈萧炎，拜见世经蜀族的前辈。小家伙眼光还不错嘛。小子鲁莽了，这些气修丹用来恢复斗气，效果还不错，还望前辈勿怪。小家伙，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顺眼。没事儿，这地方我会让人收拾的。那便多谢前辈了。老夫名叫金谷，别叫什么前辈。小家伙，你是炼药师吧？炼药师对我们魔兽一族来说实在是稀罕呢。行了，你先进去吧。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狐，通过迷阵不成问题。多谢金谷前辈。若这个小家伙的炼药水平能达到我们的要求，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。灵魂力量竟无法扩散，这迷阵果然棘手。是我。这迷阵能阻碍视线和灵魂力量，不过我们有着白狐引路，想要出去并不难。走吧。这下好了，剩4个名额。没想到今年四方阁同时把他们几个派了出来，真是倒霉。呸！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觉得我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。一炮了，万一那小子不会连这天山台都到不了。请诸位做好准备，闯关即将开始。果然是高看他了。抱歉，来晚了。谁呀？真是啊！希望没有耽误闯关。哎，这人是谁？赶得倒挺巧。不认识。我只知道又多了2人抢的4个名额，不过这小子看着挺面熟啊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是啊，到达这里都如此勉强，风雷北阁竟然连这种废物都解决不了。哼，等血潭之事了结，帮北阁擒了他。老夫世金蜀族族长金石，各位既然能到这里，想必都不是寻常之辈，也清楚天目山的规矩。只有通过了我族所布置的关卡，才有可能得到另外8个名额。这次的关卡并不难，只需各位在半个时辰内抵御着石梯上的水潮音波，顺利抵达山顶，便算通过。手潮音波阵，这世金蜀族的音波攻击可是出了名的厉害。世金蜀族最擅长的就是音波攻击，能无视斗气防御。如此庞大的音波气法，恐怕斗皇都难以支撑。看来此次能够通过的人不会太多。
音波攻击，倒是与狮虎碎金音颇有相似。能否顺利通关，就看诸位的本事了。闯关，开始！提醒诸位，你们总共只有半个时辰，过时不候。你上去。你看，他们上了。金石前辈，花骨门胡牙、胡成前来闯关。音波阵会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强，你们可想好了？他俩的实力竟然毫无招架之力，换成是我们，估计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。这音波阵果然棘手。待会儿你用斗气堵住双耳，跟在我身后。是金属的音波能直接侵入大脑，就算我堵住双耳也没有用的。我能走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，你不用顾忌了。音波斗气，能否成功，我试试怎么会知道？这般蛮闯肯定是不行的，得动动脑子了。下一位，我来。哎，有戏！我怎么没想到？哎呀，这……看，凤青儿要上了。是，他看机器上了是吧？风雷阁凤青儿见过金石前辈，此行离开前，家师让我带他老人家向您问声好。多谢雷尊者牵挂，日后有机会定去风雷阁一叙。开始吧。好快的速度，不过带着嫣然，我的速度无法施展。这凤青儿恐怕已经将风雷阁的3000雷动修炼到最高境界了吧？凤青儿闯关成功。万剑阁弟子唐英拜见金石老前辈。来吧。四方阁果然名不虚传，培养出来的弟子个个都实力不俗，难怪能在中州拥有着非凡的地位。下一位，我们也上去吧。黄泉阁王晨见过金石老前辈，开始吧。暗属性斗气果然诡异。黄泉阁不愧是四方阁之一，这王晨的实力恐怕比寻常斗皇巅峰还要强上不少。闯关成功，下一位。星陨阁穆青鸾见过金石前辈。青鸾小姐如今已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，你的家族让你拜风尊者为师，是个正确的决定。
风尊者，他竟然是风尊者的弟子。没想到兜转一圈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音波斗技，居然这般轻松！是。嘿嘿，倒是忘了，这音波攻击对青鸾族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效果。下一位。时间快到了，这萧炎真沉得住气。只怕不是沉得住气，是没有这个能耐闯关吧？不行，没时间了，上，我也不行。他要上。晚辈萧炎，纳兰嫣然，见过金石前辈。哎，对，他就是那个被风雷阁通缉的人。没想到连废天都没能成功擒住的萧炎，竟然也来了。没想到此事竟也传到了前辈这里。你确定要带一个人？要不你一个人上去吧，带上我会拖累你的。金石前辈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你跟在我身后，可以减少部分音波的攻击。